嗨，大家好，這裡是 Page 伯爵。那終於來到12.08的版本。這一次呢，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有哪些更新，然後來說一些我覺得對於特戰英豪的一些看法吧。好，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這一次的12.08更新裡面多了非常多的東西，但這都不是什麼重點，像什麼地圖更新啊，然後模式更新，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說都還好。但是我相信對於這些積分玩家比較在意的一個地方是，我們沒有看到霓虹的改版。對，我們在這一次的12.08版本裡面，我們居然沒有看到任何一個關於霓虹的改版。對於所有特務的改版、更新、加強、削弱，都沒有。所以意味着我們打了這一個月以來的霓虹版本，官方也知道它過強，選手也知道過強，社群媒體還有一般玩家們都知道這個東西它過強，但是特戰英豪選擇無視。對，我覺得這一次的改版啊，讓人有一種他們好像在追求着自己的某種執着，但是卻忽略了玩家聲音的一個感覺。他仿佛這樣子的積分機制跟這樣子的選角或者是角色設定機制，都有一種他有點嫌自己玩家人太多一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反正對我自己而言，我覺得這一次的改版它不是一個好的改版，因為我們沒有看到我們想要的東西，或許是它可能還在沉澱一波大的。好，那基於這一個點，我可以理解，如果特戰英豪覺得說，他不知道下一次的改動，如果一次修太大的話，會不會又造成新的問題，或者是社群媒體的反撲等等之類的問題，所以他想要在這個賽季再多沉澱一下，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霓虹版本過強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這一兩個月的事情了吧？從2025年年初就已經一直到現在就都是這麼強了。我覺得一整年的時間去修正這件事情，理論上不是什麼難事才對，但是他最後還是選擇了要再沉澱一下，好吧？那我們就來針對這件事情，我給出我個人對於特戰英豪怎麼改動角色的一些看法。如果有幸可以被看到的話，那我會很開心。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下啊，我覺得現在大家最着重的點就是霓虹太強這件事情。那很多人會擔心說，如果我現在直接把霓虹砍廢的話，那會不會就是經典的 Riot 的改版，就是什麼，要麼就是太強，要麼就是一刀砍到什麼進冷凍庫嘛。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一件事情，在上個版本還上一個版本裡面，夜路已經被改弱了。那夜路被改弱的情況下，是不是夜路的出場率變得極低？為什麼？因為這角色一下子被砍得太廢了嘛。然後維雷也因為他的技能需要一個先手的動作跟阶梯的順風是一樣，所以他也被改弱了。但是這樣的情況下呢，到底現在唯一能出的决鬥者剩誰？是不是就剩霓虹？因為其他角色過弱，然後一個霓虹過強。但是有個問題是這樣子的，當我今天把霓虹也一下子砍得很廢的時候，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這會不會是一個好的平衡？你們仔細去思考一下，當今天連霓虹也一刀被砍成殘廢的時候，那是不是沒有任何一個決鬥者是特別突出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所有決鬥者都意外的很平衡？那我們再來說另外一個點，就是特戰英豪一直最為詬病的就是它是一個技能遊戲。雖然他說它不是一個技能遊戲，它是一個槍法戰術為主，然後技能為輔的一個遊戲，但是打到現在技能越來越多的情況下，你說它不是一個技能遊戲，我相信對於特戰玩家或者是5v5玩家來說，沒有人相信。完全沒有人相信，它就是一個超級多技能的遊戲。你看前幾個版本把先鋒砍廢了嘛，然後把守衛砍廢了嘛，然後現在如果可以再把霓虹給砍廢的話，那是不是所有3大定位全部都廢掉了？那3大定位全部都廢掉，意味着什麼？大家都平衡了，然后技能過多的問題或者技能過強的問題是不是也被改變了？那對於整個職業體系來說，是不是我能利用技能做到某些過於 OP 或過於無法克制的事情也可以被改善？那這樣子是不是反而對於特戰英豪才是一個不錯又好的環境？我覺得大家可能沒有去思考過這個點，所以我覺得今天有機會可以來提出這個觀點給大家聽聽看。大家有沒有感覺到，目前對於特戰英豪，不管是你在積分的時候你打得不開心，甚至你覺得比賽都沒有前面幾年這麼好看了？為什麼？打個比方，從我們太平洋賽區來說好了。當然我沒有針對哪一個隊伍覺得他特別不行，我們只是來打一個我身為一般觀眾的想法而已。那當然這很主觀，這個絕對不客觀，大家有自己的想法都沒有問題。那我們打個比方來說，今天我看到了太平洋比賽的賽程表，然後列出來了，今天是 T1 打 Zeta， 那是不是大家心裡就默默已經先有一個底了？T1 打 Zeta， 那以現階段的表現來說 ，Zeta 的表現好像不盡人意，所以我可能連點都不用點開來看，我就覺得 T1 會贏。沒錯啊，這應該是某一些觀眾們的想法吧。
就是現在特戰英豪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當大家都出同一個陣容的時候，那比賽其實大概率也可以不用看了，因為有某一些特別會玩那一支角色的隊伍，他大概率會在這個版本中贏下比賽。就以不用看來說，就可以先預想得到。那這樣子是不是就降低大家對於看比賽的意願度？那今天看比賽的觀眾黏着度降低了，然後積分也變得不好玩，尤其那個積分影分機，那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個東西。好，那這兩個一般玩家玩不好，玩得不開心，然後你比賽也沒有什麼人要看，那這樣子不就意味着願意新進特戰英豪的玩家變少了，同時以前會一直花錢去支持特戰英豪的玩家也漸漸流失了，都去玩什麼？都去玩其他更好玩的遊戲了嘛？我相信最近對於玩特戰英豪的玩家，應該也玩得沒有那麼開心，所以大家也漸漸的都跑去玩其他遊戲了嘛？那這樣子對於特戰英豪你而言來說，到底有什麼好的？那基於剛才我說的一個建議，就是要不你直接把霓虹砍爛，大家都一樣爛的情況下，是不是我們現在只有一個 meta 走向過於強的這個趨勢就會被瓦解掉了？打個比方，現在只有霓虹的這個陣容，但是如果現在霓虹被砍廢了，變成是其他角色可能也會可以玩的話，那是不是可能雙決鬥陣容就不是這個版本唯一的 meta 了？或許我們以前舊的 meta 雙先鋒陣就會出來，或許我們曾經舊的 meta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雙決鬥陣也還是可以打，只是双決鬥的人選可能做了一些改變。夜路上個版本被改太爛，它這個版本如果把霓虹砍爛的話，有沒有機會出來？其實就有機會出來了，因為相對來說它可能還是保有它的特色。例如說，因為當今天大家決鬥者都一樣爛的情況下，解體可能也可以出場了。然後今天我可能火男這支萬年冷凍角它也可以出來了，雖然近期它的比賽出場率也稍微變高一些，但還是沒有很多嘛。那這樣的情況下，每一個決鬥者都有他的特色。想要打強攻的隊伍，他一樣可以出霓虹；然後想要打更有機動性的，他就可以出夜路了。然後想要打一些比較地面戰強的，他或許就可以出双決鬥者加機動性的 ，maybe 就是火男加夜路。你看又有機動性，然後同時又可以打反清打閃光。然後他在戰術上面的選擇權會變得很多，他不會因為對方的霓虹或某一個決鬥者過強，導致說他這個陣容就顯得遜色，就不出來了，是不是就改變了整個職業體系，還有整個積分環境的 meta 改變了？然後他同時也可以改变比賽的黏着度。為什麼？想象一下，今天因為大家都玩同一個陣容，所以誰玩的這個陣容玩的最好，那他大概率就會贏下比賽。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說同樣的舉例 ，T1 打 Zeta， 如果今天Zeta 他突然在某一個 moment 打贏 T1， 然後大家就會很好奇，為什麼是 Zeta 打贏 T1？ 難道是 T1 自己抽風，然後自己把自己搞出的嗎？結果才發現，不是 Zeta 他的教練出了一個全新的 meta， 什麼樣的 meta？Maybe 是他出了一個雙煙或三煙的陣容，然後利用他這個超級沒有人想過的陣容打贏了 T1。那大家是不是下一次看到 Zeta 的比賽的時候，興趣就來了？那其他教練看到說，當今天有一支隊伍他願意去做一個嘗試，結果非常成功的時候，那其他教練是不是也會想要開始嘗試屬於自己想法裡面的一個新陣容？那這樣子，在因應各大賽區不同的教練、不同的賽區的個性，是不是就會變成非常多有特色的陣容？好比說日服比較喜歡打慢，那或許他們的雙手會打得非常的好。然後如果像是拉丁美洲或者是北美那種，或者是 CN。接近等等之類的，我當然隨便打個比方，我講的不一定是對的。那他們喜歡打鋼槍的系列，那是不是這個鋼槍的系列也可以打個什麼雙決鬥或三決鬥都有可能的因為當大家都一樣爛的時候，技能變得沒有那麼多的時候，那你出什麼陣容都可以是對的，因為對槍的成分變多了。那對槍成分變多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 Riot 想要看到的？為什麼霓虹版本持續了這一整年這麼久？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特戰英豪的官方他希望加快比賽的節奏，他希望增加大家的衝突跟摩擦，但是有個問題，就是他的陣容現在變得太單一化了。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技能還是很多，所以這個打架打起來，對，節奏是变快了。但你說打架好看嗎？我覺得還蠻單調的，所以你還不如把大家的技能都變得很少，然後強迫大家去打一些比較心理博弈的內容。那你看，对於那一些喜歡看對槍娛樂性的觀眾，他可以滿足這個點；然後喜歡看心理博弈的觀眾們，他也可以被滿足到這個點。然後同時，因為技能不多的情況下，會有更多個人的一些精彩的 highlight 出來，不會什麼啊，我技能大家轟來轟去啊，然後你甚至還沒有辦法克制那些技能，然後你就莫名其妙就死掉了，整個比賽都在看誰可以用技能弄死對方。我覺得這不是特戰英豪，或者是這不是一個射擊遊戲的本意，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應該會是一個很不錯的點。那再來就是最後一個點，特戰英豪的技能機制真的需要被迎來一波大改。為什麼 CS 跟特戰圈一直都有一些
算是高低之分嗎？但是當然，這2款遊戲本身沒有高低之分，只是玩家社群之間就有一些互相看不順眼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特戰英豪把技能綁得太死了，它不夠戰術多元化。為什麼？你想想看 ，CS 為什麼這麼難？因為它槍法的上限度極高。但是特戰英豪它的槍法上限度有限，為什麼？因為第一個是技能的關係，第二個就是它的隨機彈道。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要設計一個隨機彈道出來，我相信這個以後未來我再跟大家聊聊這一塊。好，那再來就是回到重點，就是技能量。特戰英豪閃光跟煙霧其實數量遠遠不及 CS 的閃光跟煙霧量，每個人5顆，然後閃光10顆，火的話可能可以有5顆，或者是3顆雷2顆火等等之類，就是它傷害性技能跟它的閃光數量還有它的煙霧數量真的是多到不行，然後它就可以衍生出各種各式各樣更多的戰術是特戰英豪無法做到的。那在特戰英豪有一個很诟病的點，就是它把角色綁得太死的原因是，我今天看到一個守衛在 B 點，那我大概率可以猜他攻擊方的大部隊在 A 點，雖然它不是絕對的，但是它可以有跡可循。不過在 CS 裡面，你沒有辦法那麼精準的做到這件事情。相比於特戰英豪，你在 CS 裡面，你看到了一個人，你完全無法得知他到底是不是邊線，因為這個邊線呢，他可能可以丟非常大量的道具來騙你，他可能是真的。好比說，他一個人就可以丟2顆煙，他自己丟1顆，然後地板的隊友再丟1顆，因為他的煙霧是可以 share 的嘛，所以他就可以這樣子造成2顆煙霧，然後閃光他可以打幾顆，地板有幾顆他就丟幾顆嘛，因為他可以打自身的2顆閃光，地板再撿2顆打4顆，然後同時還有什麼？還有地板上的火 ，maybe 他就可以丟2顆，一個人就可以做到這麼大量的事情。但特戰英豪呢？我看到一個奈米机蟲從 B 點的天空飛過來，然後我看他飛，咻，飛到我臉上了，然後我把它打掉，沒了，沒了，那大部隊在哪？ A 點，那你看這個戰術性上面是不是就遜色了很多？所以基於這個點，我個人也提一個建議。那這個建議它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創新，大家可以聽聽看。我覺得有些技能它可以大家都買，好比說我今天捨棄掉我收法的電劍來買一個閃光，就變成是閃光跟煙霧，然後它可以供大家一起購買，只是它可以設定一個上限數，好比說一個隊伍裡面最多只能擁有5顆閃光。那假如說我隊伍裡面有 KO， 本身就有2顆了，那如果你要買，你最多只能再買3顆，去設定一個總上限數。煙霧也可以去設定一個總上限數，不要讓大家可以無限購買。然後好比說它的手法 Q 技能是一個電劍嘛，那它原本可以買2個電劍，但如果你買煙的話，或你買閃的话，你最多只能買1顆，一個角色。一個人最多只能買1顆，那下一次這個比賽它就會變得非常的多樣化，甚至它會變得比 CS 還要複雜。為什麼？當你今天看到一個夜宵無人機出來的時候，這個過沒多久，居然又看到一個凱歐的閃光，這2個閃光東西一出來，是不是就開始讓防守方或者是讓攻擊方的人開始去思考，這個東西技能丟出來到底是一個人丟的，還是真的是2個人丟的？那對於攻守之間的心理博弈，是不是就多了更大的一層？然後這個心理博弈跟這個帶來的隨機性，跟這個破局的方法，是不是就更讓人感覺到 ，Oh my god， 對耶，就是它可以是非常精彩，它可以有非常多的變化性。同時，因為特戰英豪有一些技能是 CS 沒有的，所以它會变得比 CS 更有特色，同時它會變得比 CS 更有戰術性的複雜性。然後它再也可以不用因為角色綁得太死而詬病。我今天大家打積分，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我今天玩先鋒，我就只能為我的决斗者去丟道具，但他不進場，我道具丟完了，我也死了，也進不去。或者是烟角，我烟丟了啊，大家不進場，那怎麼辦？你沒有辦法有自己的空間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這是射擊遊戲，這不應該啊！射擊遊戲不是槍法至上的遊戲嗎？你不給玩家們去有一個對槍的空間，那射擊遊戲還玩什麼？所以這是今天想要利用這次的改版更新，跟大家聊一下我心裡面一直想要說的一些算是事情吧。那如果大家有什麼任何想法的話，歡迎在下方跟我一起留言討論。我也很想要聽聽看大家的想法，我會盡量把每一個回復都留言他的，好嗎？那希望大家今天可以過得很開心。我是佩玉豬伯爵，下次影片再見，拜拜。